年末大瓜来了，狗仔爆料鹿晗和关晓彤已经领证结婚了。随后鹿晗工作室火速否认。近日，鹿晗和关晓彤吵架一事闹上热搜。随后，狗仔出来爆料，鹿晗和关晓彤确实吵架了，是因为关晓彤父母做生意赔了很多钱，他就想重新成立一个网红公司，还想让鹿晗入股。鹿晗不想跳进坑里，才因为这事情吵起来的。狗仔还爆料说，鹿晗已经给关晓彤父母填了不少坑了。而最重磅的爆料就是狗仔指出，鹿晗和关晓彤已经在关晓彤生日那天领证了。这个消息也是震惊网友，毕竟前几天狗仔爆料的时候，两人还只是见家长的状态。而且最早爆料鹿晗和关晓彤吵架的狗仔阿飞还说两人近期曾吵架，不会迅速结婚。怎么没过几天又被曝已经领证了？面对狗仔的爆料，鹿晗工作室反应比较快，发声明表示消息不实，同时表示鹿晗一直不断遭受各种谣言困扰，希望相关平台和媒体尽到审核和监督的义务，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网友，让编造谣言者尽情享受流量狂欢，当事人却饱受困扰，人格权益受到不断侵犯。这里的编造谣言者不知是暗指谁呢？明明是狗仔公开爆料的，鹿晗工作室却指责平台和媒体，不知道是何意思。爆料的是知名狗仔，还是建议工作室能够直接去对狗仔吧？而女方关晓彤目前未做出回应，工作室在爆料出来后，还上线晒出了关晓彤为地震灾区捐款100万的截图，但却并未提及领证一事。其实关于鹿晗和关晓彤领证的传言，之前也曾有人爆料过，还称两人2023年春节的时候会官宣，但最后也是毫无音讯。能够知道的是，两人之间还是恋爱的状态。狗仔多次爆料两人见过家长。关晓彤生日的时候，鹿晗还和关晓彤家里人一起吃火锅为她庆生。之前两人一同去日本旅游还被拍到了，感情一直很稳定。而最近关晓彤和鹿晗频繁因为恋情上热搜，也被网友认为是在炒作，目的就是为了压下奶茶店的热搜。近日，关晓彤爸爸持股的奶茶店天然呆，先是被曝因合同纠纷案件被限制高消费，随后又被强制执行430万。据媒体爆料，关晓彤的爸爸关少曾在这家公司间接持股35%，关晓彤也曾是天然呆的代言人。鹿晗和关晓彤官宣恋爱也有6年多的时间了，也算是一段恋爱长跑了，就希望工作室能够回应的时候更明确一些，对爆料的狗仔也能采取措施，这样才能使谣言遏制吧。这几年他们3天2头便被狗仔或路人拉出来溜溜，一会被说要分手，一会又说要结婚，甚至前段时间白敬亭和宋轶光秀恩爱不官宣，网友也直接将鹿晗顶上热搜，还是他爷们。但遥想当年，他也确实为这个爷们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经济上的损失是一方面，后续的影响更像是一代流量消亡史。那之后国内再也没有顶流公开恋情了。不过这一切看似悲哀，但缘何多年后鹿晗还能因恋爱的消息动不动就引发轰动，他到底凭什么？鹿晗在2017年未经经纪人杨天真允许的情况下，主动官宣了和关晓彤的恋情，而在这之前他是实打实的顶流。他是北京人，虽从未刻意炫富，但却被苏芒、王 S 聪等名流小心翼翼的对待，便足见家境优渥。2005年，鹿晗进入有着贵族学校之称的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就读，和中国第一经纪人王金花的儿子董子健是校友。几年后，他远赴韩国留学，因长相帅气，逛街时被星探发掘，最后成为韩国 SM 公司的练习生。经过几年的苦练，鹿晗于2011年在韩国综艺歌谣大战上首次亮相。4年又随组合 XOM 发行专辑正式出道，他在组合中担任主唱和门面担当。出道当年 XOM 就以首张专辑销量破100万而闻名，鹿晗名气水涨船高。当时就有记者问过他，如果以后不做明星，将来有什么打算？还没等他开口，一旁的队友就抢先回答：继承家产吧。某次参加完春晚的演出后，接受采访时，鹿晗也直言自己15分钟就走回家了，因此被猜测家中背景殷实。但是他在 XO 组合待的时间并不长，便选择在2014年解约。4年，鹿晗发行了自己的首张音乐专辑，并一举获得国际唱片业协会白金唱片销量认证。那之后，其资源不断，还凭借电影《重返20岁》摘得亚洲人气偶像奖。毫无疑问，回到中国之后的鹿晗资源逆袭，人气暴涨，陆续参演的作品都是长城等大制作，合作对象也是张艺谋、杨幂这类大咖。或许对于演技，鹿晗一直饱受质疑，但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。仅2年时间，鹿晗的收入便达到了2.1亿，仅次于大花范某兵。而另一边，成长于艺术世家的关晓彤则也出道多年，但她的家境显然没有金圈格格那般耀眼。关晓彤的爷爷是单琴大鼓第2代传人，
在京圈颇有名望，但家道中落，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已经落寞。不过他不缺资源，4岁半就和父亲待在片场开始演戏，且很快因为参演了《无极》获得关注。那之后，关晓彤戏约不断，每年都会出演好几部作品，是业内认可度很高的小童星。她的改变同样发生在2014年，在桂鱼打酱油多年后，关晓彤于同年凭借《大丈夫》和《一仆二主》成功转型，由女童蜕变成了国民闺女。而当时的她与鹿晗都没料到，3年后两人会在贵圈掀起一场恋情风暴。当年的鹿晗有多红呢？他的3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够说明一切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最火的综艺《奔跑吧兄弟》的常驻 MC， 并和同样很红的内娱新贵迪丽热巴组成陆地夫妇。每张新专辑的销量都会突破100万，商业价值上，鹿晗也是前无古人的。他当时代言的产品大到电子产品、知名腕表、化妆品，小到咖啡、快餐、口罩，总之铺天盖地都是他的身影，顶流果然名不虚传。但另一边的关晓彤则没有这么强势。她虽然拿出了《大丈夫》等代表作品，但日子过得依旧是普通人的生活。当年还有媒体走入其家中进行采访，发现他们一家住在一间烟火气十足的房子里，关晓彤仍旧很碎嘴的直言，花7万块买个包是神经病。2016年，她顺利考入北影，当时走的是学霸人设。同一时间段，她和孙红雷一起合作的《好先生》正在热播。这时的鹿晗在社交平台上又创作了超级话题，还因此开创了明星势力榜等榜单。超高的人气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效益，他不仅被评为了影响中国年度演艺人物，还以2.7亿财富居当年的中国90后富豪榜第5位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2017年的忽然官宣，鹿晗和关晓彤虽然同为演员，但实际上卡位相差是悬殊的。关晓彤也在2017年被评为了新4小花旦，但实际上的成绩和另外几位还是有差距的。隔壁的杨紫手握代表作《战长沙》和助他一脚迈入流量大门的《青云志》，周冬雨则是实打实的3金影后，一部《七月与安生》打出风头。关晓彤在同一阶段却拿出了吐槽声极大的《极光之恋》，有原地踏步之嫌。不过营销方面，她却找准了新路线，因上了综艺上戏了故宫，她在节目中忽然自曝自己是瓜尔佳氏。自此，关晓彤将自己头上国民闺女的标签变成了京圈格格，同时她也获得了男友的官宣。尽管对方的介绍轻描淡写，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关晓彤。而关晓彤的回答也略显潦草，哎呀妈，咔咔的。两人一来一往，就像是平常情侣的隔空互动，却引起了内娱的巨大震荡。微博甚至一下子就瘫痪了，连官方客服都出来解释具体怎么造成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据悉，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《甜蜜暴击》而擦出火花，那之后他们之间的甜蜜互动被一一扒出，都是糖，但粉丝不能接受。在他官宣的1天时间里，粉丝量变成几何式下降，甚至还破了100万大关。此外，鹿晗还因此损失了不少代言，也让白敬亭、王嘉尔、迪丽热巴等明星意外捡漏，甚至还有护肤品牌负责人出面吐槽，选择在11之前公开恋情的鹿晗，确实使品牌销售受到了影响。到了次年2月，鹿晗与老东家一心娱乐的合约期满，开始自立门户。坊间传闻他爆料恋情并没有经过当时经纪人杨天真的允许，所以打乱了他对于其事业未来的规划。不过双方的分手十分平静，杨天真也对鹿晗的恋情献上了祝福。但这段恋情的出现，很大程度上确实搅乱了鹿晗的事业，尤其是两人的定情之作《甜蜜暴击》扑得一塌糊涂，播放量不及《择天记》的1/4。另一部被寄予厚望的《上海堡垒》也以1亿票房惨淡收场，而且此时也成为了内娱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再度证明偶像禁止恋爱是全世界的规则，鹿晗也不例外。但是这位北京小叶好像却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早就说过，有了另一半一定会告诉大家的，并且也直言接受粉丝们的离开，只是粉丝们没有做好准备，而大家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后来鹿晗又一次谈到为何会公开恋情，他很坦诚，是因为参加跑男时有嘉宾问我，你真的有私生子吗？这让我觉得很可怕，这都有人信。如果再不公开，我会多出很多私生子，也是对另一半的不负责。我选择公开应该是一种责任吧。不过哪怕是为了责任主动曝光了恋情，两人的恋爱注定是充满坎坷的，但鹿晗却显得风轻云淡，几乎不会回应。直到这一次，向来温和的他正面硬刚，面对说他领证的传闻，其工作室措辞强硬，直接否认，还喊话平台方，平台及媒体应该是信息流动的有效平台，而不是毫无秩序的谣言放大机。如此一来，鹿晗的路人缘再度上升，获得网友一致好评，真 man 有嘴。
甚至他还因绸缎裹钢筋的新词汇再上热搜，意思是表面看起来温顺又有理，但实则性格很刚，从不拖泥带水。这也是他一路走来的一贯风格，甚至还曾喊话大狗仔，再胡说就给你嘴巴上锁。而恋情公开后，尽管损失不少，但鹿晗的事业仍在低调而稳步的进行着。他仍是哈哈哈哈哈的常驻 MC， 主演的《穿越火线》在劫难逃仍有市场，只是看起来离所谓的顶流越来越远。不过鹿晗的搜索指数仍旧不低，关注度也绝对够用，否则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假结婚的消息就引爆热搜呢？因此他被粉丝称为主动退出顶流，但如今依然是真顶流的存在。或许鹿晗并不在乎吧。作为背景神秘的富家子，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低调且强大的自信。而作为明星，他也享受过顶流生活带来的光环、热度和争议。如今的日子对他而言不是最好的吗？甜蜜低调的恋爱，松弛随性的事业，而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不在乎，才更使得狗仔或网友想要去窥探一二，难免造成了过度的揣测。怎么说呢？毕竟作为初代顶流，鹿晗就算再不胜其扰，这些也是必须要经历的，只是希望吃瓜群众看看就过，一笑了之就好。